他们人数多，打不过逃便是。等魔羽季来了，我们再打回去，也好过你受伤。不能退，退了士气受损，加上地理位置不利，要想再打回去更是艰难。更何况，我知道你会及时赶到的。刚才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我和玉无缘交手，他竟然使出了蓝阴蔽月。他怎么会蓝阴蔽月？难道那日在暗巷里袭击你的就是他？看来雍州之乱，还有断魂门幕后的主使人都是玉无缘。玉佩、蓝阴蔽月，这天人玉家的秘密可真多。只是这玉无缘一直在帮皇朝做事，难道此事还有皇朝的参与？皇朝应该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。玉无缘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对了，钟离刚传来消息，商州已攻破齐云4城，北王也向南而来。6州时局之下，皇朝不会再向你开战了。大王，这是幽王发来的议和书。右青2州大战，其他州趁机掠夺，战事已经开启。现在送来议和，想来也只是短暂的维持。是在担心玉无缘？玉无缘以慈悲之心享誉天下，暗地里却设计了那么多的阴谋。我是担心，以他之力，战局会有些变数。天人玉家背后的秘密还没被揭开，这时局也还有许多未定之数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荆州之危已过，你接下来自然是要回雍州了。只有回到雍州，才能让父王向秦王提起。你就这么笃定，我一定会嫁给你？这份自信是你给我的。想娶我可不容易。等秦王驾临雍州之时，我必以10里花海相迎。大王。
平身。谢大王。亲，不知使臣来我青州，所谓何事？臣奉雍州大王之命，特来为雍州世子丰兰息向青州提亲。不知提亲对象又是何人？正是大王。丰兰息好大的胆子，他不过是个雍州世子，也敢娶我家大王？正是。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怎么还要帮我拒绝啊？姑让你将孤与丰兰息的故事做成画本子流传出去，做了吗？奴才做了，奴才还按照大王的吩咐，一直说的是白凤黑喜，绝对没错。现在大街小巷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这个故事。那姑让你提前与大臣们通气，你可通好了？自然。这如今又是闹的哪一出？这是两州惯常的交流手段，总得你推我让一番，才显得这事儿颇为郑重。大王看着便是。我雍州是礼仪之邦，自然不会坏了规矩。雍州大王已下旨，只要亲王与世子成婚，他便退位让贤，将雍州王位交与世子。这还差不多。谢雍王的诚意，可是光有诚意，娶我家大王可还不够，是不是？话有理啊！是啊，对，有理。对。那是自然。我们世子说了，青州与雍州永为友邦，雍州愿与青州共享天下。仅凭你一句话，就这个条件，就想娶我家大王了？将军莫急，自此之后，亲王与我雍王有相同的权利，青雍两地共尊二主。随我前来的还有丰厚的聘礼，已在殿外交由鸿胪寺钦点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若两州能结此好，也算是万民之福。孤愿意。
亲王殿下，妆容已经化好了，您可千万不要弄花了。姑会注意的。还有明日的礼服和发簪，刚才已经试过了，您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吗？姑甚是满意，按照这个去办吧。是，那奴婢告退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累坏了吧？谁知道大王有那么多礼仪？后悔了？那倒没有。你呀，不守规矩，哪有在新婚前夜之时来找新娘子的？唉，从你来雍京，我在府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要不是知道午时有人在，我一早就来了。我还准备了酒菜、糕点和水果。真的？有富贵有余，衍生贵子，还有百年好合。走。现在出去会不会有些不妥？你什么时候是个守规矩的人了？走。怎么做了亲王之后，连吃饭的姿势都优雅了许多？你以为我想啊？出来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把妆容给弄花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小心翼翼。我来喂你吧。还有这个。好。啊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弄花了吧？我不在意。今晚一定吃得很香。吉时到，请新人入殿。人世的轮廓，黑书白。婚庆之时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
夫妻对拜。礼成。良缘天定，百世携手，请大王赐。我儿兰溪有幸能娶亲王为妻，故特赐你们一对儿双生傍珠。愿你二人相辅相成，恩爱有加，携手同老。也希望因此联姻，我雍清二州能世代友好。多谢父王。多谢雍王。拿着。来西啊，故早就知道你有经世之才，故雍州故便托付给你了。也希望亲王能把雍州当成青州一样看待。请雍王放心，西云定会做到。那就好。故还有一件事情要说。按照约定，兰溪成婚之日，便是孤退位之时。故而孤现在正式宣布，将雍王之位传于吾儿封兰溪。虔诚啊！天作之合呀！故还有最后一道旨意，开宴。遵旨。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够啊？如果能这么看你一辈子，也是人生幸事，又怎么能看够？这是今年才酿的兰若酒，按习俗，第一杯需夫妻共饮交杯酒。怎么样，甜吗？我的这杯更甜。这是为何？本就是夜壶酒，为何你的会更甜？你尝尝，就知道了。一丝相思皆心与千问，听一曲苍兰染湿了。
从今以后，我只愿与你同醉。你愿意吗？但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如今战火不断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朕夙夜忧叹，心生愧疚。冥思多日，决定在帝京王域持旋即令，以待明贤。我的亲王殿下辛苦了。雍王殿下，快请坐吧。看你今日这么高兴，想必是北周的战局已定。是啊，北周纳降了，如今天下已是拥济2分，局面安定下来了。景言下了诏书，令天下明贤前往帝京。那你之后的计划应该是发兵王域吧？前几日，冀州将商州的王城给围了，商王不依出城，手捧着代表王室象征的悬书令，对冀王皇朝俯首称臣。故认为，这皇朝应该也会很快前往王域。和皇朝一战，在所难免。景言此举，未必不是想苟延残喘，让我与皇朝相争，他则坐收渔翁之利。不过我正好顺势拿到退位诏，只有拿到正统之位，这天下才可以归心，就可以少一些战乱，皇之延续才可以名正言顺。这皇朝虽说是霸道，不过也算是一代明君。讨伐商州，却没有伤害无辜百姓，反而深受百姓爱戴，这样的对手，不容易对付。我和皇朝之争，便是王道之争。王道天下，第一便是庇佑百姓。可我担心的是，玉无缘，自误灰谷后，便没有了他的踪影。世人都认为，这位天下第一公子，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而隐退了。可你我皆知，他是另有图谋。这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他也不会潜伏太久的。拜见大王，拜见雍王。普儿，快来坐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刚刚接到了徐将军的军报，本来呢是想要进宫给姐姐报喜的，可是看到风大哥在这里，我就知道我这一次一定还是没有饮泉水泄快。普儿何须不快？雍卿本就是一家，她是你姐姐，我是你哥哥，难道还要有个分别心不成？更何况你现在已经是风云记的都将了，韩小将军。我这将军还没真正上阵杀敌过呢。姐姐倒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有这样的机会。大战在即，不如你随我去教场看看吧，顺便也鼓舞一下士气。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如今天下大局已明，景炎帝也已发了招贤诏，孤欲进入王域，诸公如何看？大势所趋，臣等定帮大王。大王，冀州的皇朝应该也是这个心思。景炎帝下诏，表面上是招贤纳士，实则是希望我们和皇朝相争，他最后再挣扎一番。大王，臣以为，景炎帝虽不理朝政，但帝室之内却还有老将东书放，此人有廉颇之能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大王，话虽如此，但是帝室总共只有10万的兵力，他东书放就算再厉害，也要有兵可调。今日之事，你觉得呢？王域之争已成必然，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一直潜伏在后面的玉无缘。他潜伏得太深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目的，所以还是小心为妙。是啊，
这位天下第一公子还未出现，但他也算准了，就算孤对他有所忌惮，王域之战还是势在必行。所以此次你怎么打算？我是想让川音川羽带领墨羽骑10万人，经由北周紧逼交城，直奔王域。皇朝定会派主力人马从冀州出发，前往燕城。毕竟冀州比雍州更加的接近王域，所以他要省掉时间。正是如此。另外，墨羽骑和雍州、北周的军队，则由我和师父带领，经由商州、两州边界，突围进到王域。这样对皇朝也形成了包夹之势。那我青州的人马就落在捐城了。天下最懂我的还是你，请亲王带领风云骑抢占捐城，待我和皇朝交锋之时，亲王便可带人直奔王域。没问题，明日我便带许渊回到青州，清点风云记，直奔捐城。好，我在地境等你。齐叔，城中粮草拨取一半，带领3000人护送给墨羽骑。是。许渊带领5000人前往帕山疏通道路。是。大王，朔夜来连番征战，我军伤亡虽小，却也折去近1000人，而受伤者也有2000多人，再加上攻占各城后留下的守军，现如今城中能参战的人数已不足3万，而墨羽骑有20万大军。为何他们不能拨出1万人运送粮草呢？反正在雍王夺下地境之前，我们都要在此休整，所以不必在意。更何况孤与雍王本就是夫妻，夫妻一体，从此往后不必再计较。是。姐姐，据探子所报，东书坊的前锋已离捐城不到5日路程了。东书坊没有在王域守卫，来到了捐城。这景炎帝果然还是有后手。大王，是否要将许渊和齐树召回？不必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雍州大军。至于这东书坊将军，本王也想看看这成名已久的老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如若这样，捐城城墙又矮又薄，难以坚守，而且这城中粮草又运了一半，这样算来，我们的粮草也不过刚够支撑20天了。谁说我们要死守捐城？东书将军再有名，也将近10年没有踏出过地境。作为晚辈来讲，我们更应该以礼相待，远道相迎才是。临机，此次东书将军来到捐城，捐城必有一战。此战胜或败，关键在于墨羽骑。立刻派人写信传给雍王，即刻作战，以免出乱。是。大王，除逃走的大约1000人以外，洛伦和他所有的禁卫军都已全部歼灭。我们接下来该如何？捐城太小了，若3万大军全力攻城，以我们的兵力，不足2日就会城破。更何况捐城的百姓们刚从上一次的城破中稍得恢复，若让他们再经历一次城破家毁之灾，无辜生命枉死，实在有些于心不忍。决战之地就定在西园。属下这就去准备。风云骑3万人，敌人2万人，我们用了多数的人马，却只损伤了敌人1半的人数，是因为我们太轻敌了吗？现在还有多少战力？清点完伤兵后，剩下的兵力只有5000余人了。战力悬殊，应战也不过是徒增伤亡。我感觉他们的武器和装备都非同寻常，而且阵法配合熟练，更主要的是，
他们的伤势很快恢复，就好像是服用了我韩家的秘药。这种韩家的秘方，这些人又是怎么得到的？恐是玉无缘。是玉无缘？这些军队的战备无一不精良。轩辕家的铁甲，马家的马匹，铁家的兵器，还有你韩家的药，都是玉无缘利用断魂门得到的。你是说，对我们韩家下手的竟然是那个玉公子玉无缘？泯灭人性，祸乱天下。我一定要报仇。仇是定能要报的，不过眼下最着急的是如何打赢这一仗。说来也蹊跷，他们本可以上山跟我们决一死战，但现在只是围困住我们，不让我们突围。也许他们想要拖着我们，减少伤亡。算着时辰，临近应该快到东半了。兰溪应该很快就会收到敌人的消息。愿此战之后，天下太平，永无战乱吧。姐姐，那到时候你想做什么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找个农庄做个农妇。姐姐，你是绝对做不了农妇的。姐姐，我倒也不是一直那么勤快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姐姐懒，姐夫也不像是会种地的样子嘛。说什么呢，你小子！那普儿呢？此战之后想做什么？我想回老家，开个医馆。虽然没有战乱，一定还是会有生病的人的，这样我就可以救大家了。怎么，不想当大侠了？没有啊，当个好大夫也是当大侠，只要能救人，就都是大侠。普儿长大了。哼。姐姐，我们的兵粮已经用尽了。按道理来说，援军应该到了才是。莫要着急，跟将士们说，再多撑一日，我的那一份也分给大家吃。可是，姐姐，少吃一顿没有关系，去吧。姐姐，这是我根据药方所配出来的，这是配方，这是药剂。只要将其涂在兵器上，中其要害，就能使敌人瘫软在地，溃不成军。普儿，这可解了燃眉之急啊！可是量还是太少了，而且药效也只有5个时辰，根本解决不了战事。有了这个，就有了希望，我们定能将敌军全部铲除。好。我记得策营房明明有20篝火，为何如今少了一半？少了一半，会不会是东书坊故意设置的迷雾，想让我们以为将士减少，诱惑我们突围？隐藏一半的大军，他做不到。那是为何啊？不知道。
为何突然停军？有埋伏。如此安静，定然有诈。速战速决！是！杀！放箭！是。别不闪开！孤可没有让你们用身体挡箭。姐姐，看东书方要把我们彻底困在这儿了。随公杀下山去！这些风云骑士明知道此战已败，却还死死地守住他们的大王，真是忠义，可敬可叹呐！姐姐，徒儿，徒儿！将军，他们的援军到了，但我们的军队还没到达。不如先行收兵，明日再战。鸣金收兵！我睁开眼睛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在，姐姐在。自从你救了我以后，我就想好，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你。现如今机会来了，不亏我，你白吃了。
拜托你，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我姐。好，姐姐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走到江湖，也没有办法继续当我的郎中。下辈子我们一定还是姐弟。可是活着的人，不能一直沉溺于悲伤之中。我想汉普，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我问过普儿，打仗结束后想去做什么，普儿说，开医馆救人。虽然没有战乱，但是一定还是会有生命的人的，这样我就可以救大家了。他刚来到我身边的时候，他这么高，如今就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我本以为他能在我身边好久好久，我也以为自己能够保护好他，如今战场之上，箭不如蛇。普儿想要做到的事情，姐姐替你完成。有些话，孤本是不该说，但今日不得不说。臣等恭听。
自此之后，在我胜算之时，当退则退，明白了吗？大王，只有这样，姑才有机会找回你们，救回你们。大王，臣愿为您死战。臣愿为您死战。莫雨季甘愿死战。落英陨落无数阴魂，此山从此改名为鹰山。报！启禀大王，东书坊的军队距离此地不足3里，正往这边赶来。众将士，随我出兵，为死去的兄弟报仇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。此战必胜！此战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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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王风夕云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天这一仗，老夫佩服。东叔将军，这支军队可是玉无缘创建的？正是。那此事就跟大东皇室有关，这笔账得慢慢算。今日我们之间的账，也应该好好算算。老夫也想跟你决一死战。老夫今天能死在你的剑下，也算是值了。只是你们还没有胜利，玉无缘早就知道你们要来此，大炮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这几万兵马就等着给老夫陪葬吧。姐姐为你报仇了。能救你一次，就可以再救你。没我的允许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。
去找第七姐妹，求她救你。父亲，等等我。你已经确定用雪老天山的换命之术来救他吗？用你的命来救他，你的命数只剩10年了。以前我以为只有辉煌才能活下去，直到遇到他。我才真正明白活下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能陪伴他走过10年，已经很知足。前辈，兰心愿以命相救风息。他们都说割舍，割舍。人生中有些东西要丢掉才能获得，有些事情终究割舍不了。可唯有他，却怎么也舍不下。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。3000烦恼丝，我留着一根又何妨？就让他绑着我一辈子吧。兰溪，兰溪，兰溪。
水榭传来消息，黄巢3次攻城皆败，冀州军损失10万。于无元以10万百姓为威胁，阻拦了黄巢。之前追击我们的军队，也都回到了地京和黄巢一战。黄巢惨败，于无元如今还在地京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的阴谋。于无元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也许我能给你们答案。前辈，见过前辈。世人皆知，六王和威烈帝建立了大东，其实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人，那就是天人玉炎天。玉炎天可以说是他们7位的老师，没有玉炎天就没有大东。但是最后玉炎天却不知所踪了，原来这是威烈帝害怕玉炎天的能力，将玉家满门抄斩。也许是天命不该绝吧，玉炎天的小儿子逃过了一劫，这总算给玉家人留下了一个血脉。从此以后，玉家人销声匿迹。但是在100年之前，玉家引发了兵变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威烈帝为君不仁，竟然做出了如此罔顾仁义之事。如今大东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，也算是他咎由自取。就算这玉无元有1000万种冤屈，但也不能拿天下苍生开刀。为了一己私欲，导致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哀声遍野，罪不可恕。所以，为了天下百姓不再经历战乱，不再像我一样差点失去挚爱之人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。我们现在就去地京。你们2人继承了太阴的蓝阴蔽月，这是一大幸事啊。太阴常跟我说，他中年丧妻，无法将蓝阴蔽月修行到最高的境界，所以才和我齐名。希望你们2人心意相连，赶超我和他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凡用雪老天山者，接受不过10年。没想到堂堂雍王，竟落得跟我同样下场。怎么样？时日不多的滋味，痛苦吗？你错了。我心甘情愿牺牲自己，是为了心爱之人，又何来痛苦一说？玉无元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拉了这么多人替你填命。你对得起天人玉家的名声吗？对得起这普天之下的百姓吗？我对不起你们。我玉家先祖玉炎天，当年协助威烈帝及6王一同共建大东。在登基之前，威烈帝在众人面前立下誓言，说要同我玉家先祖一起共享这太平盛世。但在他登基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抄我玉家满门，连6、7岁的孩童都不曾放过。一个庸人救出了未满月的孩子，我玉家血脉才得以延续。你们来说说，这大东对得起我吗？这天下对得起我吗？你错了。你如今将这天下搅得一团乱，多少无辜的生命死于你手，你如今的所作所为和这威烈帝有何区别？那我天人玉家就该年不过30吗？玉家先祖玉炎天曾有训：天下之事，以为民安。我辈当自强，行善事，敬爱民，以安天下。这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，如今你却以牺牲百姓为代价谋私利，你不配这个称号。宇无元，你大错特错。我没错，我步步为营，苦心孤诣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今天。如今的大东已经破烂不堪，也该易主了。而你，白风息，
黄巢，都只不过是我脚下的棋子罢了。黄鱼也是吗？黄鱼那日要求去地境见你，至今未归。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我们走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看来玉无冤没有得逞啊。
按辈分，朕应该叫你一声兄长。你就是风夕云，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白风夕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皇朝还是如此霸气，比朕更有帝王之相。朕知道你们所来何意，这江山本就是能者居之，朕交给你们。谢陛下。这次多亏了两位，我才能及时发现玉无言的阴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才应该感谢纪王，愿意相信我们，这才一举攻破了敌军。若是我能早点发现，也不至于害死了这么多人。经此一战，不知纪王作何感想？我自小就立志成为天下的王，为此戎马半生。如今回头一看，竟因为我害死了这么多的人。若这天下归你所有，我心服口服。如今苍生遭难，我也不愿意再起兵戈。希望你能够兑现你当初的承诺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若你重蹈覆辙，我皇朝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觉得如何？参见大王。各位将士们，请起。自今日起，我便不是亲王了，而是江湖上的白风夕。风云记、墨雨记的将士们听令，听闻你们的雍王俊雅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因此我白风夕结其为夫，以此昭告天下。若有抢夺者，必定3尺清风静候。
你也真要闹得天下皆知啊！世人只知道亲王嫁给了雍王，但却不知道这江湖上的白凤溪抢走了雍王当夫君。只有做这样的事情，才够面子，才更有意思。孤已经留下了诏书，尔等要听从凤七吾和徐渊2位将军的安排。若有不从者，视为逆臣。遵旨。我们要走了，各位，江湖再见。恭送大王。回来了。哇，真香！我家娘子被熏的都快成小花猫了。唉，我家夫君这手都起茧子了，以后怎么洗拭吹笛啊？唉，这半生都要过完了。从相识到现在，一大半的时候都是对我冷嘲热讽，一言不合就要和我打一架。如今好不容易成婚了，也少有温言软语，更别说什么举案齐眉。